世界上最痛苦的就是别人在旅游，而自己则在家里什么也做不了。至于问为什么不出去，并没有钱谢谢，但是朋友好像太快乐了。于是大美和小美也打算露营，虽然去不了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但是在家里的后院也是可以的，只是这里好像不具备露营的条件。于是他们准备自己做一个小屋子，两人说干就干，立马把后院打扫干净，还打电话订购了材料，只是具体要做什么样子的，大美和小美有了争分，最后商量不定的两人决定边做边改正。不过这个木材实在是太重了，两人仅仅是把东西搬到这里就累得不行，于是他们只好休息一会，这才继续。只见大美先做了一个三角，打算按照这个形状做一个屋顶，而小美则偏向于做正方形，只是她发现自己一个人根本搞不起来，没办法，小美只好随大美的意。大美很是开心，当场就画起了设计图。不得不说，大美是有点设计天赋的，这不仅仅2下，他们就做出了成图。接下来就该具体操作了，这难不倒大美和小美，两人轻松的就用工具把木头钉了起来。不一会，一个三脚架就完成了。大美和小美很是开心，于是他们赶紧把一个木板放在上面，然后钉起来，这样房顶就算完成。只是机器的后坐力好像太大，这不，小美被晃得都缓不过来。大美看到，赶紧上去帮忙，然后两人一起把架子扶起来放到角落，之后又依法炮制，做了3个一模一样的板子，然后把它们拼接起来，这样房子的整体框架就完成。不过这样的原木颜色，大美和小美并不喜欢，于是他们特意准备了粉色油漆，然后一起均匀地抹在木板上。而为了更好看，小美还刷上了蓝色的油漆，这样属于他们的露营小屋就做好了。大美和小美很是满意。接下来他们需要做一个椅子，于是大美把木板拉到里面，而小美则拿了2个气垫小床放了进来，两人费力地把东西吹起来，然后摆放在木板上，并且铺上布料，一个好看的沙发就做好。两人开心地感受了一下，便开始其他的装饰。这次他们用纸张做了几个花环，摆放在房顶上，屋顶就变得格外好看。接下来小美还在墙上做了涂鸦，并且在上面粘上了贴画和灯带。不错，现在房子总算不那么空落落的了。大美和小美开心的不行，只是他们却总觉得后背缺点什么。小美思考了半天，找了一张海景图贴了上去。不错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和朋友一样在海边度假。为了逼真，他们还特意搞了窗帘，这样风景的立体感就更强了。不过两人还觉得不够，这不又用塑料和泡沫小球做了几个风铃，虽然没有多大的声音，但是依旧好看。猜字谜，家中添一口，打一汉字，我不信有人能猜出来，你能不能猜出来？猜出来答案留在评论区。只是过了没多久，两人就发现坐的地方不太舒服，于是他们又找了一些麻布，然后用剪刀剪成2半，接着在里面塞上棉花，这样2个座椅就完成。为了好看，他们还铺上了粉色的毛绒垫子，真是舒服。只是很快，小美就觉得肚子饿得不行，于是她和大美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在桌子这里烧烤。不得不说，两人实在是有先见之明。这不，这里烤肉串刚刚好，只是他们刚吃了几口，家里的小狗就跑了出来，这也是自己的朋友，所以大美和小美用剩余的木板给他们也做了一个小屋子，还贴心的刷上了黄色油漆，一切都是那么完美。于是两人赶紧打电话给朋友，这让对方一阵嫉妒，真好啊。